谁是老板啊？你们是来玩的吧？今儿桌都满了，下回再来吧。警官同志，我们这就是小区的棋牌活动中心，街坊邻居的茶余饭后来玩一玩，消遣消遣，绝对没有违法乱纪的事儿。你们这儿涉嫌非法聚赌啊，把他带走。哎，聚赌啊，这就自娱自乐一下呀。小叶，你师傅走了？睡着了。睡着了。姐。一会儿你回家吗？我开车顺路。我那个还有一个结果在等，所以你先回去吧。行。那我。谢谢。我刚才进来给你送点，然后看你睡觉，我就给你带一下。把奶给我端过来。啊，
酸的。是酸奶。哎，齐正美，稍我一下，去和同学吃饭，你去吗？不去了，我明天一早。行吧。刚看你一直在看手机啊，等消息。别管。说多少次了，喜欢就去追，大胆说出来，别自己硬扛。嗯？都跟你说话呢，叹什么气啊？什么表情啊？你吃错药了吧？一天天的，你烧不烧我到底啊？说说情况吧。我们调取了监控，根据这个电梯的监控显示，山仔和耗子在报案者报案前的1小时，出现在了死者家门口，然后跟这个时间呢，报案者的时间基本上一致，情况也基本属实。我往前查了1个月的监控，发现这2个人昨天上午的确是第一次来到案发现场。尸检结果确认死亡时间是在前一晚的8点。如果这俩人确实是第一次来到死者家中，那他们不具备作案时间。我把这个小区所有的监控都查看了，可以确定。那这2个人的嫌疑可以排除了。那15万块钱的事儿怎么样了？已经核实了。我们按照耗子提供的线索，找到了那家开设赌局的棋牌室老板赵黑子，确实是在案发当天下午6点左右，拿着赢来的15万离开的。他离开棋牌室后，其他人都继续在玩，没人离开，有监控可以查证。所以接下来的线索就是这15万。那赵黑子离开时，那15万是怎么带走的？装在一个黑色塑料袋里，他走的时候在手里拎着。那棋牌室的位置在哪儿啊？在隧道口的一家民房里，距离死者家很近。死者6点离开棋牌室，到家时间是8点，这2小时他去哪儿了？我还从这个监控里发现啊，这个女人，在这1个月里头多次来赵黑子家。上个月28号，她还在赵黑子家里过了夜，第2天早上他们一起出来吃的早餐。所以死者离开棋牌室之后，很有可能去找了他。大家注意了，不要往前靠。这种恐怖的事情，大家相信我的警察同志。早黑你家出事了，他家不是就在2楼吗？哎呀，是呀，哎呀，感觉小区的人完全了，好吓人哦！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儿？从现场的脚印痕迹来看啊，花纹清晰明显，是一双41码的球鞋，鞋底很新，应该是刚买不久。我在现场呢，只提取到了1种生物检材，就是死者的血迹。不过通过这个血迹分布，基本上可以推测出嫌疑人整个的作案经过。在赵黑子家，就是死者家中电源总开关处，也提取到了1处血迹，血量很大。推测嫌疑人应该是在杀死死者后触碰过死者家中的电源总开关。这么说来，凶手在行凶前把死者家的电源给关了。那在这么黑的环境下，那个人是怎么完成快速的杀人行动的呢？眼睛在黑暗的环境里待久了，就能逐渐看清周围，这是眼睛对光线的适应能力。对，这个我查了相关资料，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人的视网膜呢有圆锥细胞和杆状细胞，圆锥细胞呢只能感受强光的刺激，但在夜晚呢，我们主要依靠杆状细胞看东西，因为杆状细胞中含有感受弱光的物质，就是视紫红质。从强光下突然进入暗处，
圆锥细胞呢就会失去作用，杆状细胞需要重新合成拭子红质。这个合成的过程就是暗适应的过程，通常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嫌疑人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在赵黑子进入黑暗的房间后，眼睛进入黑暗的环境，造成短暂的失明状态，此时手起刀落完成杀人。这凶犯是有备而来啊！是的。再看这张图。从现场提取到的痕迹来看，现场所有的手套印上都有线条状的擦挖痕迹。我推断嫌疑人戴的手套应该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材质制作而成的。根据对线条痕迹的测量结果，基本上可以判断是一种防割手套。而且我仔细观察过现场的血迹分布，说明死者当晚进门时呢，手中应该没有拿那个15万。如果死者手中拿了那15万，嫌疑人在杀人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大量的血迹沾到那个塑料袋上。杀人完成之后呢，假如嫌疑人拿走这15万，地上的血迹一定会出现露白的现象。监控显示赵黑子晚上回家的时候确实是两手空空。子午，说说你那边情况。我在卫生间地板上的那条红毛巾上，一共提取了3种物质，一种是死者的血迹，一种是普通的砂石和泥土颗粒，另外一种化学成分就比较复杂了，它含有虫胶、醇苯、乙醇，还有橡胶等一系列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一般都是组成皮革光油的，而皮革光油一般是用来给皮衣上色或者是增加亮度的。你的意思是说，嫌疑人在杀完人之后，用卫生间的毛巾擦拭，然后在毛巾上留下这3种物质？是的。皮衣是黑色皮衣，因为在毛巾上提取了明显的苯胺黑成分，它是一种黑色的染料，也就是说，应该是黑色的皮革光油。这么看来，凶手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在行凶的过程中，害怕死者反抗伤到自己，所以选择防割手套。这是他为杀人做的准备。皮衣渗透性差，血溅到身上之后，用毛巾很容易擦拭掉。这是他为逃跑做的准备。这小叶啊，分析的有道理。凶手的原始动机就是杀人。这么看来，凶手和死者之间一定有仇，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还有一个信息补充啊，房门有被撬动的痕迹，锁芯没有被动过的痕迹，所以它应该是软禁门，就是非暴力入室。现在我们已知嫌疑人是提前进入室内进行伏击，那么我能想到的合理的进门的方式就只有是通过钥匙，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信息去想一下，谁还有死者家中的钥匙。拿牌。哎，你们听说了吗？玉营小区死了个男的，说是被人在家给砍死了。真的假的？青天白日的，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当然是真的，我嫂子就在那个小区里住啊。听他们说啊，那天他们小区来了好多警察。被你说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听说那个男的在外面欠了好多钱，老婆孩子都在上海。听到这消息啊，都没人愿意回来。回来干嘛？死都死了嘛，谁知道回来会不会被那些讨债的堵，是吧？对，听说过这个事儿，我在手机里看到了视频呢，也不知道凶手抓到没。哎，白雪，想什么呢？到你了。被你们嚷嚷的脑袋疼。哎，你这几天都跑哪儿潇洒去了？都好几天没见到你了。这几天头疼的厉害，整个人都不舒服，在家躺了2天。前几天在附近看到你和一男的在说话，手里还拿着东西。那人谁啊？穿得邋里邋遢的，老家亲戚啊？八卦到我头上来了，就你眼神好，外面认识的，打个招呼而已。哦，外面认识的呢？不会是什么老情人吧？去你的！照你这么说，这街上跟我说话的男的都是我老情人啊？谁啊？事情应对的，有些问题想问你。
跟我们走一趟吧。警察，麻烦收拾去，是来抓他的。热闹看够了，都散了吧。走，快走。再等我一下。白雪啊，赵黑的死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去他家找他的时候，看到被你们封了，这几天都在传死人了，不想知道也知道了。那你跟赵黑子什么关系啊？都被你们叫到这儿了，还能是什么关系啊？情人。你除了跟他，跟别人有没有一些感情方面的纠葛呀？我是靠男人活着的，也不是别人口中的好女人。那些男人怕我缠着他们买这买那的，躲我都来不及。谁会为我杀人啊？真是可笑。那赵黑子家的家庭情况清楚吗？听他说过一些。这个年纪了，女儿远嫁，老婆跟着女儿去了，他一个人生活。每天除了赌几把，就是找女人消遣。不过他对我还不错，至少挺大方的，也不会想着从我这儿捞什么好处。那赵黑子死的当晚，有没有去找你啊？找过。喂，我已经到楼下了。这么多，你不还，他们会不会找你麻烦啊？能多拖一阵儿是一阵儿，唉，等到他们拿我没办法了，要的时候也会少点儿。哎，对了啊，这钱先放你这儿啊，过一阵子咱们再花。那你先下楼买点下酒菜，我们一会儿喝点儿。嘿，好啊。待会儿咱俩得好好喝点啊！我这就买菜去。哎，那个15万块钱还在你这儿吗？今天来的时候一起带来了。行，谢谢你的配合啊。他死的痛苦吗？知道了。为什么这么问啊？我说了，他对我还不错，我希望他能少遭些罪。师傅，白雪刚刚去了殡葬店，买了东西。
团队，哎，进来。这是您要白雪的资料，您还在怀疑她吗？没吃呢？吃了。别，这多不好意思。别废话了，赶紧吃吧。谢冷队。冷队，我把这个给你。子茹姐，来一个。放这儿吧。冷队，子茹姐怎么了？她生气了？还有事吗？我突然想起我点事，我先走了。有什么发现吗？哎呦，没什么发现。这不说线索中断了吗？我就来看看。但你看这个血迹分布，确实没有露白的现象。但如果凶手不是为了钱又刀刀致命的话，那就只有仇杀的可能了。这个白雪现在不也没什么问题吗？哦，门锁我看过了，确实只有被耗子撬过的痕迹。这斧子不对，跟屋里铁法不一样，被人动过了。确实哈，看这个胶带上的浮灰，应该是刚被动过不久。这就说得通了，嫌疑人应该是从这里开的锁。刘洋，跟赵黑子的女儿确认一下，23年他们有没有回来给赵黑子过生日？拍全家福了吗？还有生日当天都有谁？尽快。这种工具的长度啊，都是根据这个门锁的位置来确定的大小。一般他们为了携带方便，基本上都是组装的，用几根铁棍，用螺丝拧到一起就能用了，很简单。师傅，磊叔让我们过去看一下监控。我根据小龙的分析，还有子屋提供的衣着的情况，找到了这个嫌疑人。这个是小区东门摄像头拍到的画面。这个嫌疑人进来的时候，你看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拿。然后再看这边，这是他出小区时候的画面。同样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拿。根据小龙的分析，他作案的时候应该用了什么猫眼钳、组合开锁工具。小龙，你说这怎么解释啊？要不然他就是有帮手，要不然就是……师傅，磊叔，电梯的监控呢？没有，
他作案的时候应该没有坐电梯，走的是楼梯。对，这个我确认过了。我在楼梯间发现了他上下楼梯的脚印。老焦，你这样啊，把2段视频嫌疑人的照片拷下来，按这个同比例缩放啊。好，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吗？嫌疑人进小区的时候腹部有些凸起，但离开小区之后腹部又变平坦了，所以他应该是把作案工具塞进衣服里，带到作案现场，杀完人之后，又把工具扔在小区了。赶紧联系这个小区物业，把当天所有倒垃圾的所有工作人员再排查一遍，啊，确认这作案工具的去向。回去吧。是。师傅，我觉得还有一个人，他应该知道些什么。今天我还约了朋友打麻将，不知道叶警官今天来是想问什么？去年7月，赵黑子生日那天，你也在吗？我在。去年他和家里人闹得不愉快，老婆女儿都没回来，是我陪他过的生日。你们拍照了吗？拍了。那张照片不是还在大家柜子里摆着吗？那张照片不见了。谁知道啊？可能是被他收起来了吧？为什么问这个？那张照片很有可能是被杀了赵黑子的人拿走。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想到谁？小叶警官，我可以这么叫你吧？你是想说，杀赵黑子的人是冲我来的？这个我已经说过了。像我这样的女人，以前的男人躲都躲不进，谁会上赶着为我杀人？你也是男人，为了一个女人，你会这么做吗？我不会，不代表别人不会。真相还是谎言。等抓到凶手之后，就都清楚了。我已经和白雪核实过了，去年赵黑子生日，本来和她有张合影，和那几张全家福摆在一起，但在案发之后，那张合影不见了。你是认为白雪隐瞒了些什么，是吗？白雪一直在强调和她的过往无关，但单凭凶手拿走合影来看，我认为凶手不仅和白雪认识，而且还有瓜葛。刘洋，再查一下白雪，看一看有什么之前被咱们忽略的疑点。好。
哎，总队，哎，走。找到了，我在开锁工具螺纹接口上检出了 DNA 样本，是一名男性，有前科。我现在就把资料给你们送过去。好。喂，是陆军先生吗？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我一会儿就过来。好。我调查了一下，陆军，男，1984年8月12日出生，2002年曾因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刑，2019年出狱，前年1月份又因吸食毒品被强制戒毒，今年1月份刚释放。这才2个月又杀人。你们调查死者的关系网时，有没有这个人？没有提到过。叶谦啊，先找到这个人再说。明白。您好，警察，陆军在哪个房间？稍等，303。他现在吗？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房卡给我。好。警察！警察！没人，开灯。总队，我刚联系了中校殡葬服的李国华，他说1年前陆军曾委托他弟买了一块墓地，前几天呢还特意打电话咨询了墓地的管理费情况，约好今天就去补交管理费。他把地址已经发给我了。出发，走。检查装备。梦洁，很快我就能来陪你了。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终于可以一家3口团聚了。以后啊，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了。
既然我们能找到你，就希望你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我的情况，你们应该也都了解。我以前杀过人，要不是因为主动自首的话，估计今天都不能坐在这儿。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我会配合。赵黑子是你杀的吗？是啊，杀了他，我的心愿就了了。什么心愿？他害死了我的老婆。你老婆是谁？王梦清。其实很多话憋在我心里边很久了，说出来，我也好尽快上路。2000年的时候，我16岁，家里边条件不好，养不了那么多孩子，所以我很早就出来打拼了。刚出来的时候，身上也没什么钱，所以我就想尽快找个工作，先养活自己。我就去了一家酒吧当服务员，虽然工资很低，但就在那儿，我遇见了梦清。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梦清在陪2个客人喝酒，他喝多了去上厕所，我就在旁边偷听到那2个人说，等梦清出来要带他出去开房，其中一个男的边说还往梦清的杯子里边下药，我看不过去。等梦清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带走了。那晚作为报答，梦清请了我吃烧烤，他也跟我说了很多。其实我能感觉出来，他心里边也压抑了太多的事情。他的家庭条件也不好，为了照顾爷爷奶奶，14岁也出来打工了，所以我们算是同病相怜吧。那天晚上，我们就喝了1晚上的酒。那晚之后，我们就走到一起了。梦清为了照顾我的感受，就辞掉了在酒吧的工作，去了一家饭店当服务员。一开始都挺正常的。可就在我们相处3个月之后，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什么秘密？梦清吸毒。吸什么毒？海洛因。他是被一个客人给拉下水的。他以为我知道后会离开他，可是我跟他说，无论他怎么样，我最爱的人都是他。梦清，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你都是我最爱的人。可能因为这句话吧，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戒掉毒瘾。那是我们最难熬的半年。我每天打2份工，就是希望能早一天实现我们开店的愿望。后来我们攒了些钱，加上东拼西凑，我记得是在2001年6月1号儿童节那天，我们租了一个门脸，开了一家饭店，以为可以开始正常的生活了。可是没想到，招牌还没挂几天呢，就有人来找我们的麻烦。他们跟我说，如果想在这儿开店，食材必须从他们那儿购买，而且是每天定量购买。定量购买？对，就是不管你生意好还是不好，每天必须从他们那儿购买200块钱的食材。可他们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烂菜叶子、臭猪肉，我看了之后根本没法用，所以当场就回绝了。报警了吗？报警？还没等我报警呢，他们的领头一个叫猴子的人就来警告我，说这个地方是他的地盘，如果想在这儿做生意，就得听他的规矩，否则就走人。我当时18岁，年轻气盛，
所以就跟他在店里边打起来了，我就一刀砍在了猴子的头上。因为这件事情，我被派出所拘留了15天。就在我被拘留的时候，他们就找到孟晴，和孟晴说让孟晴给我准备好棺材，等我出来的时候就要弄死我。孟晴害怕了，想和他们和解，所以孟晴就去。慢慢说。他就去主动找了猴子。猴子跟他说，想要和解可以啊，让母亲陪他睡一觉。母亲不愿意，就跪在地上求他。可是猴子他们糟蹋了我的女人，我咽不下这口气，所以我出去之后就拿了把菜刀，去把猴子给杀了。可是不巧的是，就在我杀猴子的时候，被他的小弟给看见了。就这样，我坐了17年的牢。孟晴也等了我17年，可是我没想到的是，孟晴为了赔偿猴子他们家，就借了一笔外债。为了还债，他就去做了小姐，然后又再次吸毒。这些事情是我出来后才知道的。我对不起母亲，我不仅伤了她的心，还毁了她的身体。所以，我就做了个决定。什么决定？既然他已经戒不掉，那我也背着他吸毒，这样他就不会因为担心我被连累而和我分开。后来被他发现了。你为什么说是赵黑子杀死了王母晴？2年前，这个赵黑子是我们的房东，他好赌啊，输了钱之后，就来找我们要房租。恰巧那天被他碰见我和孟晴在屋里边吸毒，他就勒索我，让我给他1万块钱，不然的话他就报警。孟晴刚拔完针，突然就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上。我就求他先让我们去医院，可是他不同意，说先拿到钱。我当时哪儿来的钱啊？所以我们就僵持着。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孟晴死在我的怀里边。就是他，孟晴的死，他必须付出代价。这个叫白雪的，认识吗？不认识。陆军，你撒谎！王梦晴没有死。白雪啊，杀死赵黑子的人，我们抓到了。陆军你应该认识吧？听他说，你们是2000年在酒吧认识的。一段前尘往事吧。白雪，2年前你叫王梦晴，为什么陆军说王梦晴已经死了，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王梦晴杀了赵黑子？看来陆军给你们讲了一个很动人的爱情故事。照片的事，我去找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是陆军了，对不对？王梦晴是已经死了，不过不是在2年前，17年前。
王梦晴就已经死了。陆军进去后，我是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这样熬过来的。他出狱之后，我不想再见到他。这么多年，他为我做了什么？明明做错事的是他，为什么我却要为了还债，一点一点的烂掉？等我想明白的时候，我对他就只有恨了。可陆军不明白，他感动于我这17年来为他做的，他觉得亏欠我，想补偿我。他拿着他的好，却把我一次一次困在房间里，不让我出去。你到底放不放我走？一开始为了躲着他，我隔3差5的搬家。后来，我意外发现怀了孩子。我觉得这个孩子是老天让我好好活下去的理由。所以为了生这个孩子，我逼着自己又一次戒毒。不行，不行，这个肚子疼，不行，我不行，有人啊！那是我唯一一次可以做母亲的机会。后来陆军又强迫我跟他住在一起。他说他要好好照顾我，我不需要他这么做。他变得越来越极端、变态。所以陆军被送去戒毒所，是你和赵黑子演的一出戏。是，因为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开门啊，收房租的。赵哥，今天来这么早？您放心，给你的钱1分都不差。我刚买的菜，要不要进去吃个饭再走啊？嘿嘿，不用了，哎，客气。我这不是约了个牌局吗？收完房租正好过去啊，时间也到了，你们吃啊！我先走了，拜拜啊，慢走啊。哎。谁啊？是我，收租的，开门。等一下。
苗玲啊，这有人在我这出租屋里吸毒啊！那为什么陆军坚持说王梦琴已经死了？因为陆军进戒毒所后，我们的东西还在赵黑子那儿。他趁陆军弟弟来拿东西，托陆军弟弟给他带话，说我因为长时间吸毒，那天送医院就死了。陆军就信了？半信半疑吧。不过陆军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恨赵黑子的吧？是你让赵黑子跟陆军弟弟这么说的？不是，我一开始的计划只是想摆脱陆军，让我有离开的机会。我没想过想让陆军以为我死了。赵黑子应该也没想到，这么做会让他死在陆军手上吧？那赵黑子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呀？理由？那你应该去问他。小叶，团队，说那白雪的调查结果怎么样了？我们走访了白雪身边那些朋友，只有赵黑子的几个牌友听赵黑子提到过，也证实了白雪所说，赵黑子确实跟陆军的弟弟说过王梦琴已经死了的消息。另外，白雪当年为了离开陆军什么都没有带，所以他弟弟也没有怀疑。可是这些不足以证明白雪在这个案子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龙队，龙队，我刚才查了一下白雪近期的购买记录，发现1个月前她购买了一双男士运动鞋，这双鞋跟陆军宾馆里搜到那双一样，这里是购买记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证明他们在案发之前见过面，白雪在说谎。查一下这2个人的聊天记录、通信记录啊。是，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证据啊？回去。叶谦、刘洋，给大家发一下。冷队，我们从宾馆附近的网吧里调取了陆军近1个月以来的上网记录。从陆军的社交聊天记录来看，他跟白雪是死者被杀害前的1个月开始联系的。其中聊天内容里有赵黑子虐打白雪的照片，以及白雪对赵黑子的控诉。他们俩最后一次联系是死者被杀害前的下午，白雪告诉了陆军赵黑子当天去棋牌室的时间和地点。白雪是有预谋让陆军对赵黑子下手的。走，跟他们再聊聊。陆军啊，白雪你见过吗？你们说的是赵黑子那个情妇？你见过她？我跟踪过赵黑子一段时间，远远的看见过。那你看看这个，啊，是王梦晴啊，还是白雪啊？王梦晴已经死了。这是白雪，就是你口中说赵黑子的情妇，怎么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啊？陆军，2年前你所谓的被赵黑子害死的王梦晴，现在改名白雪，所以你杀赵黑子，白雪知情吗？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梦晴2年前已经死了，我不认识这个叫白雪的女人。17年前，王梦晴答应送你双鞋，现在这双鞋也算是兑现承诺了吧？这双鞋上面有白雪的指纹，而且从你和白雪的聊天记录中，我们已经调查到白雪对赵黑子的控诉。陆军，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杀赵黑子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也是我一个人去杀他，和梦婷没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买那块墓地？当时我在戒毒所的时候，我知道梦婷出事了，我让我弟弟去买的。他出事之后，我经常的梦见他。他跟我说他这17年过得有多苦。我还梦到他从楼梯上摔下来流产了，还梦到我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出去，他求我放过他。我觉得我亏欠他，我每天都在后悔，所以我就想出来后把他迁葬在那儿。但是你却发现王梦琴没有死，改名白雪，成了赵黑子的情人，所以你又找上了他，让他给你个说法。不是他，我以为梦婷和赵黑子生活得很好，可是梦婷跟我说，这个赵黑子一喝完酒就会打他，还把他的身份证给拿走了，他哪儿也去不了，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他，所以你杀了赵黑子之后，知道我们会找上你，引我们到墓地，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你是为了王梦琴杀死的赵黑子，这样我们就不会怀疑到白雪身上，对吗？这么做值当了吗？我从小就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母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为了她，值了。你们都知道了。所以自从你知道陆军从戒毒所出来，你就在计划摆脱赵黑子。赵黑子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一只被人剪了翅膀的鸟，注定是要被人关在笼子里养。不是在这个人手上，就是在那个人手上。2年前，我以为摆脱了陆军我就自由了。我把这17年来吃的所有苦和委屈都怪在他头上。我以为只要摆脱了他，一切都会好起来。赵黑子是怎么把你留下来的？为什么不走？是我累了，我不想走。我说过，他对我不错，出手大方，也不会想着从我这儿拿什么。到了我这个年纪，没有家庭依靠，没有婚姻，没有工作，也没有孩子，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过一天是一天，不是吗？这赵黑子真对你家暴吗？没有，他没有对我动过手，那是我骗陆军的。那你为什么让陆军去杀赵黑子？为什么？是他逼我的。赵黑子有一次喝多了，他说2年前我流产，是他跟陆军说我想跑，是他跟陆军说这个女人怀了野种，是不会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的。可那个孩子是陆军的，别人不信也就算了，他也不信。你们说，这算不算是他的报应？走啊走啊，走了。
我一个。哎。这儿，吃饭去。走。走。这个地方一看平时就没什么人来，有2种足迹，很新，一种是运动鞋，一种是拖鞋。运动鞋大概是44码，拖鞋大概是42码。根据步长与步态特征，鞋印均为男性，但回去的时候只剩下了拖鞋。2种足迹。他傻。从楼梯口开始，拖鞋印呈现平稳前进状态，而运动鞋则是缓步倒退状态，直到死者被逼迫着退到了楼顶边缘，拖鞋印才止步。这护栏可不矮啊，也挺结实。在推搡拉扯的过程中，不慎跌下去的概率并不高。2种足迹并不杂乱，双方未发生撕扯打斗。运动鞋鞋印在楼顶边缘忽然消失。这么来看，死者应该是被穿拖鞋者抱起，从这儿推了下去。死者是个大小伙子，这么一个大活人被扛上栏杆推下去，难道死者就不反抗不挣扎吗？护栏上没有发现指纹，结合足迹，死者应该是在失去反抗的能力之后被推下去。这应该是某种衣物上的纤维，没有风化褪色，应该是最近留下的。死者身上没有这个颜色的布料，纤维来自其他人。回去研究一下。皮肤、骨骼、内脏，多种组织器官损伤，表皮损伤较轻，有内出血。具体情况还要等回去尸体检验才能清楚。看情况是高坠啊，但现在不能确认是自杀还是他杀还是意外。
哎，等一下，怎么了？真是这小子呀！认识啊，就是那个捕狗那小子，叫什么刘晓峰。刚才接你们冷队电话，吓了一跳。这个刘晓峰是想不开跳楼了？不至于吧？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之前是您一直在负责刘晓峰的案子吗？谈不上案子，治安事件。你和老姜两口子熟，估计也听说了。这个刘晓峰啊，名牌大学正儿八经的毕业生，找工作不顺利，就在家蹲着，一蹲就蹲好几年，父母拿他也没辙。哦，他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刘晓峰一直跟着他妈。处理之前的事来过2趟，他妈也上过所里。怎么说呢？待会儿上去你就知道了。走。对，就这楼上。走。曹所，以您的了解，这个刘晓峰会得罪人吗？那可多了去了。就他之前要狗那事儿，有好几个事主，那是恨得牙根痒痒啊。不过也不至于真为了一条狗跟他过不去。像老焦他们就没要他赔钱，还有几户要。赔得多吗？不多。他们家其实比较困难，大家知道情况后呢，也比较理解。我们对他批评教育，他也写了保证书，保证以后绝不再犯。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这边走。有人吗？有人吗？谁呀？你们怎么又来了？我儿子最近可没惹事啊。是这样的，刘晓峰之前和几个事主不是签过谅解书吗？按规定我们要做个回访，登记一下。你们不要有什么事都赖在我儿子头上，好吧？刘晓峰最近很老实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都在家里上网，根本没出去过。刘晓峰在家？啊？不信？不信你们自己进来看。我说你们怎么就那么闲呢？天天没事找事。进来吧。小峰，小峰，罗小峰，你听见没？你给我出来！死者叫刘晓峰，男，27岁，本市人。经法医确认，死亡原因为高空坠落，死亡时间是案发当晚0点前后。死者后脑有一处挫伤，不符合高空坠落，判断为生前受伤。再结合屋顶发现的足迹、擦痕等线索，怀疑是被嫌疑人袭击后脑致昏厥，再由高楼抛下去的。伤在脑后，现场也没有搏斗的痕迹，怀疑是熟人作案。哦，对了，现场发现的红色纤维为聚酯，目前来源不明。那个刘晓峰的社会关系呢？根据家属反馈和对受害人手机、通讯录的调查，刘晓峰的社会关系比较单纯，也确实如他母亲所说的那样，他活得呢比较独，与外界联络不多，现有的社会关系中没有犯有价值的线索。那之前的狗主任都查过了？还在排查中，但目前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技术部门破解了刘晓峰的电脑密码，发现了一封论坛内部邮件。邮件的内容很简单：紫金公寓顶楼，也就是案发现场。发件时间是案发前一晚的10点。能查到发件人吗？目前能确认的，这个用户名是系统随机生成的。这个论坛比较老，靠的是邮箱注册，而不是实名认证。但是可以通过登录的 IP 地址大致锁定。
老板，上网1小时6块，会员打9折。来，身份证给我。警察，问点事儿。哟，警察同志，这个 IP 地址是你们这儿吗？啊，对，是这儿，是这儿。前天晚上10点左右的监控调一下。好嘞，您稍等啊。您要的视频。哎呀，现在网吧生意不好做呀，今天算人多的了。这3个人你熟悉吗？这个小伙第一次见，以前没来过。另外这俩是会员，他们隔三差五就到我这儿来一趟。放大点。哎。哎呦，已经最大了。身份信息调一下。不用这么麻烦，人在那坐着呢。哎，人呢？刚才还在呢。师傅，身份证查了，属于挂失证件。原户主现在在户籍所在地，大约半年前身份证掉了，挂失了新的。警察同志，我真不知道这个身份证不是他自己的，他也是老顾客了，大概是半年前来这儿办的会员卡，当时办会员卡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身份证。我每次都是按要求实名登记。警察同志，您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罚我钱吧？您看网吧生意都特别不好，我都快干不下去了。我需要你们这儿的监控，这台电脑也要带回去。好的，好的，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叶哥，哎，来吃饭了。哎，给我师傅送一个。好。好。技术部门在网吧找到了给刘晓峰发邮件那台电脑，就是那个女的用的。发现指纹了吗？哎，公务场所摸的人太多了，目前没有发现有用的。技术科那边正在调查周边的监控呢，既然有那个女的视频，没准能发现点线索。行，魏叔，吃饭了。哎，好，吃饭。啊，你说那个女的，她可能是凶手吗？说不好。说不好。哎呀，办完这个案子，过年我也就退休了，到时候跟你嫂子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你这话说的，就跟你现在就要退休一样。开玩笑，不说了。来，咱们干活。别说，这次嫌疑人很谨慎，我总感觉哪里不对。等一下，看这个，是他。谦哥，这个就是监控能拍到那个女的最后出现的地方了。再往里边走就是城中村，监控覆盖不到。这片城中村面积不算太大，那个女孩身材长相还算比较明显，问下说不定有人知道。好。你好，刑警队的，这个人见过吗？没见过。没见过。谢谢啊。请问这个人您见过吗？没见过。谢谢啊。谢谢。你们办事得讲证据啊！我们家不可能有你们说的烟花爆竹。这厂里啊，多少年不让放烟花了，你们凭什么就说是我们家的问题呢？那隔壁屋他们家还有电动车呢，经常退回去充电呢。哎呀，行了，你先别激动，违规给电动车充电那是另外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爆炸起火是你家，而且炸点就是你屋，跟别人扯不上关系啊。我那屋租出去了，那你赶快问问你的租户啊，他是不是在你屋里放了什么易燃易爆物品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次幸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如果出了什么大事，你作为房东也要负连带责任的。我也想联系他呀，但是他不接我电话呀。哎，是刑警队的。你好，发生爆炸了，什么情况？我们还在排查，可能是易燃易爆物品吧。哎，这不是我那租户的女朋友吗？确定吗？确定啊，我见过她，认识。爆炸物应该是黑火药，看这个房屋的毁损情况，量不大，
但是我在现场发现了使用助燃剂的痕迹，但具体成分得拿回去让子午也检验一下。有助燃剂，那就能确定是案件了。爆炸物是怎么被引爆的？目前还不清楚，因为现在能提取到检材只有一个被炸烂的手机、一些玻璃和塑料的碎片。手机有没有可能是起爆装置啊？点燃黑火需要明火。目前手机主板上没有发现短路的痕迹，也不像外联的什么设备。你等我回去再研究研究。你先走吧，我再逛逛啊。叶哥，据房东说，这个房子的承租人叫高亮，那个女的呢是他女朋友，但他们俩不住在一起，隔三差五的呢会过来看看他。房东还反映说，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但是具体是什么工作他也不清楚。房东手里没有高亮的身份信息，他这个房子的手续本来就不正规，既没有通过中介，也没有签订这个房屋合同，反正呢就是给钱就行。然后房东这个房租也不贵，门口的监控早就坏了，房东嫌贵也就没有去修它。据房东反映啊，高亮这个人呢出手比较大方，每个月的房租呢都没有拖欠过，从来都是按时交付的，而且他每次用的都是现金。他这个人呢比较安静，没有什么事儿，就连他女朋友来找他，他们俩也都是一声不吭的待在屋里。安排房东看一下能找到的监控，确认高亮的相貌特征。好。经房东辨认，这个人就是高亮。不过这个公共监控啊，它像素有限，这是目前咱们能得到最清晰的照片了。不是，就没有不戴墨镜的吗？据房东回忆说，他在室内戴，好像是有什么毛病需要避光。放屁！这是房东说的话吗？你继续说。哎，那也就是说，房东也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啊？现场使用的助燃剂是汽油，因为爆炸起火，指纹、DNA 等证据基本上没有发现。这两个人的反侦查意识太强，纵火就是为了销毁证据。那个金属钠的来源查到了吗？正在排查全市的化学试剂供应商，但嫌疑人也有可能是通过各级学校、实验室获得，范围太大，难度不小。那个爆炸中的火药呢？现场发现了一些纸屑，初步判断是本市售卖的烟花爆竹。虽然市区范围内禁止燃放，但是郊区并不在这个考虑范畴。这会儿还忙吗？吃饭了吗？不忙，这会儿没什么人了。你还加班呢？加着呢。静儿，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叫刘晓峰的？记得呀。怎么了？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那天我还碰见他了呢。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啊？你给我仔细说说。哎呦，谢谢啊。阿姨，我对不起。是你啊？没事儿，你下次别这样了啊。好，我知道了，对不起啊，实在是对不起。就这样，后来他转身就走了。怎么了？什么？徐局，小叶，你给我来一下，你们继续吧，走。继续围绕死者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扩大走访范围。是。首先呢，要感谢咱们市局的同志们，在这段时间你们工作辛苦了。接下来呢，我希望你们要制定周密的行动方案，加大侦办力度，铲除云溪市的毒品危害，彻底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近日，我省公安机关成功摧毁了以暴黑为首的重大犯罪团伙，这是我们精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的重大胜利。此次行动中，警方巧妙布控，成功抓获计划来本市与暴黑团伙交易的火哥、丹青、六爪、疯子4名毒贩，并由缉毒警察装扮成4人与暴黑团伙继续交易取证，最终成功收网。然而，我们痛心失去了缉毒女警陈雨墨，她的精神将被我们永远铭记。同时，对参与此次行动的全体干警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我们将继续努力，为维护湾南省的平安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喂，师傅。走啦，秦队。哎，好的，回头可以给我打电话点餐啊。哎。哎，小叶。哎。你师傅等你好久了。好。进去吧，在那儿。来，坐。刚才骑车去了？哎，我自己来。哦，对，去了趟靶场。赶紧吃，都凉了。徐局跟我说想让你休息几天，你怎么想？我现在不想休息。就别跟我逞强了，休息几天，啊，调整调整。我现在休息不合适，队里人手不够，案子也都还没破呢。我知道你心里难受。等调整好心态之后，再回来。不需要师傅，我没事。真不需要。吃吧，多吃点。
今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这儿深切地悼念我们亲爱的战友、光荣牺牲的优秀共产党员陈雨墨同志。英雄已逝，浩气长存，青山忠骨，警魂永在。今天，我们在此送别亲爱的战友陈雨墨同志，同时，我们将学习陈雨墨同志不畏牺牲、拼搏奉献的精神，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全体都有，带头，敬礼。我曾坠入深渊，被黑暗笼罩，但却从未放弃寻找光明。少女时期的阴影，如同利刃般刻入心底，但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痛，坚定了我选择这条路。我愿深入虎穴，藏于黑暗中。我伪装着身份，游走在正义与邪恶的边界。路上布满了荆棘，但我已无所畏惧，因为我的心中有着对正义的执着与追求。在防空洞的那一刻，子弹呼啸而过，我浸染在鲜血里。在绝望时，我发现了那扇通往自由的暗门。我挣扎着爬出，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我深知自己不仅是为了正义而战，更是为了那些受害者的未来而战。我从不后悔踏上那条路，它让我见证了人性中的光明与黑暗，让我更加坚定了内心的信念。我深信，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挡下风浪。当每一丝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光明和黑暗本来就是交缠在一起的，就像这个世界一样，有阳光，也有阴影。所以，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伦勃朗。我喜欢莫奈，永远只站在阳光底下。能一直站在阳光底下的人，一定很幸运吧。披着光，只身也勇往，穿越过。这么多年，你还是喜欢用漂白当书架，留作纪念。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还记得这个吗？图案变了，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你说你会永远站在光明的那一面。只因总有人站在前方，挡下风浪。当先把自我遗忘变得习以为常，只为我宣誓的理想。就像尘埃倒影里的光，勾勒成你的模样。抬头望，夺目的荣光，像希望。雨墨，无论你是谁，
都不会介意的。穿越过命运的战场，向希望伸出了臂膀，抬头望不灭的荣光，会照亮正义的方向。那我儿子小雨大概2、3岁的时候，那时候我正忙着一个人命案，非常忙，起早贪黑的，回家都是大半夜了。我觉得那一天忙到早晨4、5点钟回到家中，打开房门，你嫂子就坐在客厅正中央，直勾勾地看着大门。回来了？我说啊。吃饭了吗？啊。什么案子还是不能说？啊。离婚吧？啊。当天就把婚给离了。回到家里之后，我怎么也不相信我离婚了。我相信这一切是真实存在的。这一晃10几年过去了，有时间真应该多陪陪自己的父母，多陪陪爱你的人。我就对不起他，对他欠的太多了。师傅，我就是觉得吧，当初我没保护好她，现在也一样。她是个好姑娘，这一点能看得出来。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别责怪自己。有时候人啊，得学会轻盘，凡事得往前看。师傅，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还会和嫂子在一起结婚吗？会的，这就是命运吧。我会好好的爱她，多陪陪她。有时候人啊，没那么忙，只是借口而已。这俩人我都没见过，小峰认不认识我也不知道。刘晓峰的朋友呢？哼，他要是有朋友，也不至于闲得无聊去干那档子破事儿的。他从小就不合群，脑子里成天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知道跟家里上网，怪我没早点给他绑过来。
成天在网上看那些奇奇怪怪的。刘晓峰在网上干什么？您知道吗？我不知道，他也不让我进呢，成天关这个门。那这个女的，会不会是刘晓峰在网上认识的呀？这样的姑娘怎么能看上他？又没钱，人家图什么？刘晓峰得罪过什么人吗？不就是一帮养狗爱狗的吗？那我们该赔的钱都赔了，还想怎么样啊？没完没了了还。再怎么说，不就几只畜生吗？那有人威胁刘晓峰吗？对方身份知道吗？都是网上的人。这技术科在网吧电脑上有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指纹？毕竟是公共场所，人多杂，而且据网吧老板回忆，那女的好像特别爱干净，使用电脑前后都会自行擦拭桌椅、电脑、鼠标什么的。看来早就做好了躲避侦查的准备了。这两天网吧让开门了吗？没呢。哎，西局，今天，哦，通知技术科再去趟网吧。是。左手食指。还挺完整，看形状大小应该是个女的。可以啊，龙，还是你牛。哎，小芊芊呢？这两天没看到她。不知道啊，那天正分析案情呢，然后被徐局给叫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此前公寓门口这条路的两边停了不少附近居民的车，这就是从一辆私家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到的。时间是案发当晚11点半，应该就是嫌疑人，但是没拍到人出来。死亡时间是0点左右。那这个人从门口上电梯，然后再到天台，这个过程怎么也得10分钟吧？这么短的时间能完成杀人过程吗？这可不止啊！公寓里的电梯完全没有拍到他上下楼的画面，说明他是走没有监控的防火通道。这么高的楼层，这速度、这体力，一般人肯定做不到。那刘晓峰呢？监控也没拍到他，他也是爬楼梯上去的。应该是吧。这刘晓峰啊，之前干过缺德事儿，说不定这会儿啊还在这打坏主意呢。不会吧？据老曹说，刘晓峰认错态度挺诚恳的。前几天你嫂子还在菜市场碰见他了，一个劲儿道歉，弄得你嫂子挺不好意思的。人不可貌相。根据刘晓峰的支付记录，最近他频繁出入这家运动俱乐部。师傅，你放心，我没事儿。这刘晓峰啊，一看就不像爱运动，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很反常。啊，这个人啊，确实来过几次。他是参加射箭初级班的，按次付费，完全零基础的那种。知道他为什么学射箭吗？哦，这个我倒不清楚啊，一般呢都是兴趣爱好吧。不过这个人呢，哎，我有点印象。哎，听我们教练说啊，他总是爱打听哪儿啊可以买到那些管制的玩意儿。你们这儿还有这种东西吗？哎呦，我们是正当商家，从不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啊。不过你也知道啊，现在这年头，网络上什么没有啊？
我们有些老学员吧，就是管不住那张嘴，哎，随口这么一说，他就听进去了。这真不是我们的责任啊！以后还有什么知道的啊，都详细跟我们说说。这就是刘晓峰找人定制的一把弩，而且经常在打听这个氰化物的购买渠道。就是那个赌狗的小伙子。对。他打算干什么呀？再来一回？这回不会杀狗了，应该杀人。有证据吗？正在调查。这厨房都是锅碗瓢盆、剩饭剩菜的，你也不怕油了手？你们警察到底什么意思啊？说了我们家没有，非不信，找吧找吧。待会儿帮你恢复。这里面里里外外都看看，不就是弄死几条狗吗？怎么就没完没了了？这鞋柜里有啥呀？都是一堆臭鞋，你也不怕臭？哎，帮忙打哎，手。我这电视可给我轻点啊！我这是新买的。慢点，慢点。好了吧？没完没了了！我们小峰可是受害者啊，搞得像我们犯了什么错似的。不就是弄死几条狗吗？你说这没完没了，翻来翻去的，总不能狗命比那人命还金贵吧？有发现？我去，这玩意果然好使哎！看到没有？啊，叫你们欺负了我，叫你们逼老子道歉，哼，给老子等着，有你们哭的时候。这个视频是从刘晓峰藏起来的那部手机里找到的，地点目前还在查证中。使用的弓弩，初步判断和他购买的一致。这东西要射到要害，可是能要人命的。我跟你们说啊，继续追查刘晓峰的社会关系和行动轨迹啊。视频上这把弩千万不能流入社会。另外还有这个高亮以及他的女朋友的身份、行踪，继续追查。明白。这刘晓峰啊，在菜市场遇见嫂子，不是偶然。刘晓峰的意图就是对被他毒害的所有宠物主人实施报复。你说这小子在跟踪小静啊？有这个可能。不会吧？他为什么要对所有人都报复呢？太可怕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幸亏没发生什么。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证据。小伙子看着挺正常的一个样子呀。我知道，他是个单亲家庭，跟他妈妈住一块儿，是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这么大，这要知道了，得多难过呀！老爷子，是我。刚才有人来看您来了，啊？生我气了是不是？我最近案子太多了，事儿有点忙不过来。别生气啊，我以后争取天天都过来。孩子，您还记得那个小吴子？刚来刑警队的时候，每次出现场他都不习惯，还让我骂哭了好几次。记得吧？有一次，
您还来看我，提了一袋子柿子，啊，那天我刚骂完他，在过道正哭呢，您拿出2个柿子啊，悄悄地递给他，跟他说：“姑娘，把它吃喽，这柿子甜，啊，吃完了就不哭了。”您记得了吗？啊？那天回到家，您还批评我，说您对这女孩子呀，太严厉了，对待女同志应该像春天般的温暖，您还记得吗？这小吴子呀，这些年啊，老跟我说，您家老爷子真好，大好人，比你强。还有您孙子，前几天呢，他来看我，我知道您最疼他了，他经常调皮捣蛋，您还总护着他，怕我揍他，您记得吗？老爷子，您放心，您孙子跟着他妈比跟我强。等下回我带着他来看您，啊？怎么了？啊？指甲疼吗？哎呦，这是谁给您剪的呀？是不是小吴子呀？啊？你看看。剪的可比我漂亮多了，爷子，睡吧啊，别在这挺着脖子了，啊，睡会儿啊。我呢一会儿就得走，还得值班啊。过2天我来看你啊。呀，小宝贝儿，哎，你怎么又在这儿来了？嗯，怎么了？没地方去吗？哟，跑咱们这儿来了，那就是跟咱们有缘，咱们养吧。他今晚上不能待这儿，你不想养啊？那不得抱回家弄干净了再放店里啊？走，抱回家洗去。走，宝贝儿，跟我们回家啊！刚才吃的挺好的呀，再吃点好不？呀，再吃点。这店里添新成员了。哎呀，祖，叫什么呀？小卡。来吧来吧，坐外头坐外头。先坐啊，我一会儿过来。来，坐这。来，宝贝儿，再吃点。看着你嫂子高兴，我也高兴。我请客，吃点什么2碗馄饨。2碗呢？一会儿冷队来。得嘞。2碗馄饨，老姜。
来了，早就准备好了，来，吃着啊。一会儿一块儿走。啊。子无，你对那个刘晓峰案怎么看呀？啊，小龙说贩卖机上的指纹今天就会出结果。就这些？快吃吧。啊。齐活。真假的？哎，冷队，有个情况得跟您汇报一下，指纹对比结果出来了，跟大家通报一下，之前在网吧呀，自动贩卖机上提取的指纹啊，还没有落实身份。该枚指纹呢，在3起在侦案件中出现过。该3起案件呢，分别是程建民家中的意外死亡案、周连琴民宿疑似自缢案，以及呢温勇失踪案件。以上案件呢，均存在疑点，办案单位呢都在跟踪调查。徐局呢和市局领导沟通后决定，咱们重案队将接手以上3宗案子，并与本案串并侦查。
这3起事件，相关人员彼此间并无关联，唯一的共同点只有这枚指纹。目前还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结合刘晓峰坠楼案，我们有理由相信，指纹的出现并非偶然。去年11月24日，本市山水龙庭小区有人报警，称小区发生煤气泄漏，随时有爆炸的危险。110接警之后，协同小区的物业、燃气、消防等部门赶赴现场。在疏散群众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该小区9栋1102室住户陈建明死亡。陈建明，男，70岁，山水龙庭小区9栋1102室，独居。当时物业和民警赶赴现场，挨家挨户的敲门，敲到这家发现没有人应，破门之后才发现陈建明已经倒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当时呢，物业人员和民警就实施了急救，可惜没有救过来。后来危情解除，燃气泄漏属于误报。随后医务人员赶到，判断陈建明在物业破门之前就已经死亡，死亡原因可能是心脏病突发。以下呢是陈建明一些日常使用的药品的图片。考虑到陈建明长期服药，且是行动不便的重症心脏病患者，这个事件被判定为是疾病突发，其子女也没有提出其他的异议。这陈建民的子女什么情况？我调查了一下，陈建民的妻子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然后陈建民呢也并未再婚，2个人育有2子1女，都组建了家庭。女儿一家在国外定居，2个儿子都在本市。陈建民倒下的位置离这些药这么近，没用上吗？我估计应该是发病太急，药没来得及吃。这么看也应该算是常有的事儿。那这个现场还有什么异常现象吗？现场没有发现任何针打搏斗的痕迹，也没有财物的遗失。这是老年人求助器吧，联通社区的。离他也很近，没用过，应该没有。说到这件事的后续倒是有位社工大姐提出了异议。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接到陈建民的求助，另一方面陈建民开暖气会胸闷、呼吸不畅，所以常年不开。可当天的暖气却是开着的。这个社工主要负责辖区内独居老人的生活，跟陈建民的关系也比较熟悉。也是因为这位社工的坚持，辖区的同事对陈建民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搜查。但确实没有发现可疑之处。那枚指纹在哪儿找到的？在这个空调遥控器上。但陈建民家雇佣了家政公司的钟点工，每周都定时来打扫，有家人以外的指纹也很正常。毕竟没发现异常，当时呢也就没再追下去。可后来接连在3起案子中都发现了相同的指纹，这又引起了办案单位的高度重视，重启了调查程序。之前来过的警察。您好。您坐。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你们怎么还在调查呀？之前不是说没什么问题了吗？听说您对陈建民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麻烦您和我们详细说说。不麻烦不麻烦，我应该配合警察工作的嘛。
只是这个事情过去的时间有点长，我怕很多细节我记不大清楚了。我记得那天我赶到的时候，120已经在现场了，当时现场特别混乱。那这陈建民和子女的关系怎么样啊？这个您算问到点儿上了。老陈的几个孩子呀，他那个女儿啊，早早就办了绿卡，在国外定居呢。那2个儿子呢，倒是在本地，家里条件是一个比一个好。但是这2个孩子呀，没有一个愿意跟老爸住在一起，照顾老爸的。这老陈也是，平时性子比较急，脾气不大好。那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吗？这老陈啊，他以前呢是做房地产开发的，虽然不像那些大企业规模那么大，但是他也不小啊。现在呢也要交给下一代了。你说是给多给少，给这个不给那个的啊？我听说那2个儿子啊，还曾经为了这个继承企业打过官司。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老陈去世那一天，就在他们家楼下，这大儿子、二儿子和媳妇儿们，他们2个还吵起来了，他动上手了。吵什么？别吵了，别吵！老爷子来了，你们还帮着别吵了，松手，松手！松手！你打试一下，不要吵了，松手，松手！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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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点，都一家人，吵什么嘛？后来老人被扶进去之后呢，这2兄弟也不好意思再吵了。老爷子平时身体就不大好，但那天看着也没什么大碍。那他的子女对处理的结果满意吗？他们都嫌我多此一举，想我尽快给他们开死亡证明，想把这房子赶紧给卖了。那房子卖了吗？卖什么呀？老陈不是有个闺女在国外吗？人家是不回来，然后也不配合2兄弟签公证书，就这么干跟他们耗着。陈建民本人的社会关系，你有了解吗？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他屋子里那个报警求助器，以前有用过吗？用过，而且还不止1次呢，但基本上都是虚惊一场。他挺在意这个的，经常就是万一稍微有一点什么不对了，他就求助我们。所以这一次第一时间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这一次就没叫我们呢？咱说说那个暖气的事儿吧。哎，这个事儿啊，出事那天我赶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发现他屋子里啊特别热，温度开得特别高，电暖气都开着。那我们这个小区呢是集中供热自采暖，是烧电的。老陈平时啊嫌开暖气胸闷，是不开的。那邻居上下就对他有意见了，觉得他不开，这上下温度都上不去啊。为了这事儿啊，还上过他家门，发生一些小矛盾。那后来我们领导也说我了，那说不定人家老陈突然嫌冷了呢。啊，我想想，领导说的也对，这个是我吧多事儿了。行，赵姐，今儿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啊，不客气不客气，我应该配合你们工作的啊。谢谢。好，谢谢啊，谢谢。哎，陈建民家属来了，你们先问着啊，把那个电话和地址发给我。好嘞。上次报警煤气泄漏的人找到了，咱们现在得过去一趟。师傅，你觉得报警那人有问题啊？不好说。很长时间没休假了吧？抽空去看看你爸妈去啊！谢师傅关心，手里案子一大堆还没忙完呢，忙完再说吧。哦。嘿，这2个人真行，在什么地方都能干起来。不是这点钱至于吗？至于吗？啊，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个小数。就山水龙庭那套房，估计啊，你这辈子都买不起。不过从动机上面看，他们俩应该没什么问题，又没遗嘱。像这样人没在了更麻烦。哎，你说我们这个真的是个案子吗？目前来说也没什么问题。
就一个也不知道是谁的指纹。先查查吧。这程建民做地产生意的，社会关系应该挺复杂，没准啊，真能查出点什么东西来。行。程小伟是吧？啊，是刑警队的。刑警啊，找我啊？这手机号是你的吧？是我的，公司发的工作手机。去年11月24号，你用这个手机号报警说山水龙庭小区有煤气泄漏，还记得吗？去年，哦，对对对，那边申到过一次跑煤气，但打电话人报警不是我。110的记录显示是你手机号拨打的。手机号是我的，但打电话人不是我啊。当时好像是有个人找我借手机，说是家里跑煤气，出门又忘了带手机了。那个人还有印象吗？那个人记不太清了，是个女的，长相挺普通的。是这个人吗？身形挺像的，但我不能确定啊，毕竟我们这一行每天打交人挺多的。那报警之后他干什么了？报警之后，他就把手机给我了，就走了。走哪我就不知道了。别着急啊，再想想，看看还能想出什么来。有个事儿，但我不能确定有没有关系啊。当时那个警察、消防员很快就来了，然后小区还挺乱的。哦，我的马甲也不知道给谁拿走了。马甲啊？什么样的？呀，就这个，公司发的，说是上班必须穿戴，料子挺差的，按说应该没人拿的。谢了。啊。下班了，够早的呀。早吗？天都黑了。约会去？同学聚会，你看我还行吧？挺好。那个……哦，对了，我刚才想给你送过去的，检验过了，你们带回来的鞋类样本跟在刘晓峰坠楼现场发现的鞋类样本，颜色、材质，包括硬度都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坠楼现场发现的这个咸微，是来自一个快递员的马甲。不能这么肯定，因为用这种材质做衣服肯定不止这一家，但是可以作为参考。如果你们能找到那件衣服，我是可以给你们做对比的。那不早，我先走了。注意安全。拜拜。我问了一圈，程建民的那个小地产企业虽然有2个儿子的争权问题，但整体运营状态良好，员工待遇也不错，员工对程建民的评价也挺正面的。地产生意很容易产生纠纷，也很容易得罪人。程建民做生意的时候，他的人缘挺好的，没听说过与人产生什么结过怨啊、纠过纷之类的。对了，谦哥，那个报警的查得怎么样了？目前基本能确认是报假警。我想，是想让人尽快发现程建民的尸体。不对啊，这按理来说不是希望越晚发现越好吗？对啊，咱们假设啊，那个电话与程建民之死真的有关系，那程建民之死呢，又不是真的意外，那是不是越晚被发现，就越会容易当作疾病发作呢？哪有凶手希望自己被发现的呀？行了，啊，不早了，龙队，啊，是吧？小哥几个早点回家休息，明天你再跟小龙去一趟民宿现场，啊。程建民的案子不查了？查呀，不能一棵树吊死，委派几个人继续查程建民的社会关系。是，剩下的人准备接下一个案子啊。散了，早点休息，快。好了，队，走，我跟你谈点事儿。
看到我给你画的画没？你最喜欢的伦勃朗的风格，以前没试过，这次发现啊，真的好难。你肯定会笑我画的不好，不过没关系，现在我又重新拿起笔了，画的不好，可以慢慢练嘛。 迟到了啊！有什么发现吗？没什么重要的发现。这民宿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就刚刚大致估测了一下这个监控能拍摄到的范围。哎，是警察吗？等你们好久了。 你这民宿这么偏呢？还是带你们去看看，这风景好啊，城里好多人就愿意奔这儿来。啊，就在前头。这路可不太好走啊。走习惯就好了。这屋子动过吗？没动，那找人动不是还得花钱吗？ 再说，谁愿意干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我碰见这么一个主儿。我这一挺好民宿刚开业几天，就给我整这么一出。你说这屋里都死过人了，那以后谁来住啊？死者周连琴，你了解多少？我不认识他，他就一电话号码。这屋子这定的人名都不是他，谁定的？ 那我估计是他们家里人给定的，在网上给下的单，网上交的钱，然后他就来拿钥匙住就行了。我要知道他是搞传销的跑路，电视上上过老赖，那我打死也不会把这房子给他住啊。活着的时候你说坑人骗人，那这死了还不找一个没人的地儿，到这儿来讹我来。这上面有人动过吗？没有。 说说当时情况吧。那当时我也不在场啊，这是他们家人联系不到他了，这才打了我的电话赶过来的。那几天房间里只有周连琴一个人？那我可不知道。他订了1个星期的房子，说这个最好不要打扰他，这服务员也不用经常的打扫，这个钱他付的也痛快，也没砍价。当时又是淡季，就把房子租给他了。我来了以后啊，这房门这里头是反锁着呢。 这窗户开了一份，我就钻进来了。进来我到这儿来，哎呦，就挂在这儿啊，这真吓人。人是你放下来的？我哪敢动啊？我打了个120，他们家人给放下来了。120来了以后呢，这说这个人已经凉了好几个小时了。我就是没想到这吊死的人会这样，弄得脏兮兮的。哎，行了，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我先出去了，有事你再喊我啊！哎呦，这个天哪！有什么发现吗？房梁上有明显的擦痕啊！我的推测是，人在自缢过程中会本能的晃动身体，从而呢使得绳索摩擦房梁留下痕迹。 这是判断他上吊时是否活着的关键。因死者体重较重，产生的摩擦痕迹较深，乍一看没什么问题，可仔细观察会发现，擦痕底部有少量的绳索纤维附着，且纤维方向一致。而身体本能反应带动绳索摩擦是不规律的，只有拉着绳索一端向前规律性的摩擦，才能产生这种情况。
难怪办案单位会定义本案是疑似自缢，不排除他杀案。死者是被其他人挂上去的。当然，死者家属坚持要验尸。死亡报告上写的是颈动脉闭塞导致的脑水肿。颈部绳索的勒痕也很符合常见的上吊死亡。如果我的假设是对的，我推测死者应该是在半昏迷的情况下被套上绳索，然后吊上去的。但能做到这点的，凶手体重至少要大于等于死者。周连琴的体重接近200斤，比他还重的凶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使用了滑轮之类的辅助工具。那个指纹在哪儿发现的？绳子勒痕旁边。这个就是从周连琴入住到事发前唯一进去过的这个人，而且没有拍到他出来，应该就是像你说的那样从后窗离开了。能再放大点吗？能是能，但是你看他遮得很严实。我把他和高亮的这张对比了一下，你看啊，这张是用墨镜遮住了眼睛，这张是只留出了眼睛。现在从数据上分析，不能判断两个是同一个人，但是从外形上来看，两个人有一定的相似度，而且相似度很高。都是1.8米以上，体型偏瘦。董队，这是文勇的妻子，这是我们市公安局刑警队的冷队长。坐吧。这次叫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文勇的情况，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反映一下的吗？我已经反映过很多次了，我先生他不可能去嫖娼，他是在去出差的路上失踪的，这都快2个月了。关于文勇的失踪，我们相关部门已经反复的调查过，但目前确实没有更多的线索。但现有的证据是可以支持您丈夫温勇失踪前有过嫖娼行为的。这是他近半年来的通讯记录，您看一看。看到这个红色标记电话号码了吗？这是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一家非法按摩店的电话。从这个通话频率上看，您丈夫文勇可是常客呀。不可能，你们就是找不到人了，还往我先生身上泼脏水。那就麻烦您再说说温勇的情况吧。他那天出门的理由是什么？出差，他们单位的公事，坐火车去外地开会。那你知道他订了几点的火车票吗？下午6点。他一般怎么去火车站？坐出租车。麻烦您看看这个人是您丈夫温勇吗？这是事发当日沿途多处监控视频的截图，从监控上面显示，您丈夫离开住所后打车去的这家按摩店。按照时间戳，他在店内停留了大约1个半小时之后离开，再之后就消失了踪迹。我先生他，我们家一直很和睦的，我们俩都有稳定的工作，感情也很好，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红过脸。那疤怎么弄的？以前摔的。温勇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他钱包里有几张卡，还有一块手表，不过也不是太好的牌子，万把块钱了。吃点吧。这儿就是温勇最后被目击到的地方，这儿就是那个按摩店，往这边走不到50米就是大路了。接待温勇的按摩女呢叫蒋小花，根据蒋小花的证词，温勇就是她的常客。指纹就是在那儿发现的，当时能发现还是因为附近有血液，血液经调查呢是温勇的，但是量很小，不像是受到致命伤害留下的。你们又找我来干嘛呀？是，以前是我错了，我不该做这个生意，但我现在真的已经洗心革面了。你说什么？洗心革面？温勇是你杀的吗？不是啊，怎么可能是我呢？洗心革面啊！这现场啊，发现了血迹了。既然是你最后一个见到温勇的，我们怀疑你杀害了温勇，并把尸体藏匿起来。不是的，不是的。当时还有一个人在场。谁？是个女的。但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她是谁。但真的不是我。跑啊！我让你跑，跑啊！跑啊！跑啊！跑！跑！跑啊！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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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告诉你，你再给我跑一次试试！跑啊！快点，跑啊！没看到吗？跑啊！跑啊！跑啊！你再跑，再跑啊！跑啊！再跑不跑？跑！不让你跑！谁在那儿？我什么都没看到，我没看到我。他喜欢动手，听说和他老婆也这样。旁的姐妹都不愿意接待他，我也是因为看在钱多的份上，不然谁愿意招惹这种人？女的长什么样啊？身高多少？个子很高，比温勇还高，很瘦，长相嘛，那天太黑了，我又害怕，我就瞄了一眼，也没敢仔细看。来，看看，是谁？好像是他。温勇，真的是他杀的呀？我还以为是他老婆干的呢。为什么这么想？您没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标题叫“女教师当街被家暴”。然后虽然脸被打了马赛克，但那个男人的身形我熟，就是温勇。
这是从视频发布者手中拿到了原始版本，没打马赛克。从视频中可以确认，这2个人就是温勇和他的妻子。这个事情发生在2个月以前，被路人拍下视频发到了网上。温勇的妻子是咱们本市重点中学的老师，被人认出来以后，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后来听说温勇的妻子找人把这个视频撤下来了，怕影响工作。如果温勇和他的妻子关系不好，那么温勇的妻子完全可以从温勇的失踪中得到好处，那他为什么还要执意找人？哎，这个说不好啊。温勇的妻子当时确实有明确不在场的证据，而蒋小花认出了袭击温勇的很像高亮的女朋友，那个画像里调一下。目前已知，那枚指纹一共出现在了4个地方，分别是陈建明案、周连琴案、温勇案以及刘晓峰案。陈建明之死的现有证据还不足以被定性为案件，但是温勇案出现了温勇曾在现场被袭击的证词。技术科通过分析，发现了房梁上的痕迹，很有可能不是周连琴自己留下的。所谓自杀，存在疑点。刘晓峰则有相对的明确的证据证明这是谋杀。陈建明和周连琴案在现场出现的可疑人员为身份不明的年轻男性，而温勇和刘晓峰案，则是这个身份不明的年轻女性。目前只知道她是一个叫做高亮的人的女朋友。这个高亮的身份，目前同样还未查明。他目前还涉及到城中村的那起纵火案。通过对目击者的询问，发现了这个叫做高亮的人和出现在前2起案件中的可疑人员有较多相似之处。如果能确定是同一人，那么可以说，围绕这几起案件的核心，就是这对男女。假设啊，这些都是案子，那2人的动机呢？寻常人犯罪，不外乎财情恩怨。但这几个受害人，无论从工作到生活都毫无关联。这2个人能同时与这么多人结怨，也几乎不可能。所以不排除雇凶杀人的可能性。拍电视剧呢，雌雄大盗、雇佣杀手，这个说不好。凶手行凶可能也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目的。目前除了陈建明案，后几起案件之间也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当然，这只是我的分析啊，可能并不太准确。周连琴集资跑路，欠债不还的老赖；温勇家暴嫖娼；刘晓峰曾经虐杀动物，又计划对人行凶。也许在凶手看来，他们都应该接受惩罚。好家伙，把自己当蝙蝠侠了。如果要是真的，那要咱们警察干嘛呀？这也奇了怪了，咱警察不知道的事儿，凶手可知道了。网络热点，他们都曾经作为网络热点，出现在一个本地论坛上。温勇家暴的视频最早就是在那里发布的，刘晓峰也是在那里和这个女人进行联络的。在那个论坛上，到目前为止，都还有人发帖声讨周连琴。哎呀，这个陈建民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你觉得你徒弟的想法可行吗？有一定道理。目前啊，没有更好的切入点。这几个案子并案的条件不够充分，幸亏现在没有什么重大的案子。哦，对了，小爷爷现在情绪怎么样？好点没有？忙起来挺好。对啊，我看他每天来得很早，走得也很晚，一心不看得上。哦，对了，前些日子省里还想给他立个功呢，被他拒绝了。这个案子啊，很复杂啊，大家都辛苦了，尤其是叶谦儿，不辛苦，应该的。来，对这个案子我是越来越不菜都来了。哎，来，放这，嫂子一块儿吃吧，啊。不了，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儿吃了，我去喂小家伙啊，你慢慢吃。行，我跟你说啊，我现在一下班我就得到这儿来接乔静，啊，这一起关门一起回家，留他一个人在这儿，我可不放心。嫂子没事吧？
没事儿，不足，你是个女孩子，你可得当心点。我没事儿，咱们家属院离单位近，又都是自己人。那可不行，没事儿还是早点回去啊。知道了。来，赶紧吃。这4起案子呀，留下的全是女性左手食指指纹，而在网吧时呢，那个红衣女子是用右手开的门。而且啊，遗留指纹的文献都一模一样，显然指纹是他故意留的。他这么做，说明他不怕警方通过指纹查到他。照这么说的话，这枚指纹其实是某种标记，类似某些表演性人格的连环杀手，他们做完案后会在现场留个记号，来证明这个案子是他们做的。刘晓峰案天台上发现的是2种男性足迹，而磊叔在监控中看到的却是一个女人。徐局也说，高亮和他女朋友的身形很像，并且2人从未同时出现过，那就有理由怀疑他俩是同一人。有道理。我在想，嫌疑人为什么这么自信？不担心我们会从这枚指纹上找到什么线索？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的指纹可能已经无迹可查。我同意小龙的推测，邻省曾经发生过一起殡仪馆看守将逝者指纹割掉粘在自己手上作案的案例，当时轰动不小。本案的嫌疑人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操作？文颖的案子明天还得继续啊，抓紧时间赶紧吃饭啊，吃完了还得送餐去。
哎，差不多了啊！哎，停会儿，停会儿，前面到磊叔那儿了，咱要不去吃个早饭，歇会儿。OK， 慢点儿，慢点儿。姐，磊叔，哎呦，正说着你俩呢。饺子好了，来吃吧。哎，你怎么知道我俩要来啊？我给叶轩发了信息，让他叫你一起过来吃早餐。啊，我说，他怎么一大早叫我起来跟他来跑步？赶快尝尝，我一大早包的。来，我刚拌的凉菜。哎，你俩多吃点啊，锅里还有，这是你的。不，这也太那个了吧？你少吃点，不然血脂又该上去了。谢老姐。慢慢吃啊。哎，看磊叔和静姐日子过得美。那当然了，老夫老妻大半辈子了，相濡以沫，懂不懂？啊？嗯。叶轩，你怎么了？我观察你很长时间了，啊，你一心扑在案子上，没有自己的生活。没了，失恋了，没自己生活了。你可不能学你的师傅啊！他是榆木疙瘩，这个一心扑在案子上。你还年轻啊，不但要有工作，还得有生活。叔啊，你放心吧，我没事。行，吃吧。饺子馅儿不错啊，看看谁包的。总队，哎，温勇的手机和钱包已经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在中心公园的绿化带里，是园林的工作人员进去打药发现的，然后直接放失物招领处了。中心公园。对，离温勇失踪的地方有多远？大概隔一个路口吧，几百米。我也不行，我也刚来，我得问问。哎，我这让那个钱包和手表是在哪发现的？就前面那个树下。什么时间呢？具体时间记不住了。还有发现其他东西吗？没有。王腾，有发现！哇！喂，冷队，中心公园这边目前没有发现尸体，而且这个地方属于监控死角，什么也拍不到。我刚才问了一下，公园的出入口和主干道上的监控都是一周一清，就算拍到什么，估计也早就没了。好，是。喂，妈，你们在国外还好吗？我挺好的。我爸呢？我有点事儿想问他。时间挺长了，应该是我小学那会儿。
哎，天天这么闹，还怎么干活？还不如赶紧搬了算了。哎，你又回来了。反正我明天请假了，最近也没什么大的，烟花厂早晚得红。吃饭了，哎，把书包给我吧。咋回来这么晚啊？江月，小心呀！你说这么好的场子，怎么就能给炸了呢？你说，太可惜了，真的。好的一个，我现在就心被炸了，是怎么回事？哎呦，那个孩子还那么小是吧？就是，可怜了。对。就说这种场子是不是炸弹？还是往开了想，幸好一直在你身差不多。我听说厂长两口子当时还在厂里，听说都炸没了。孩子才上小学呢。师傅，我找人打听了一下，程建民的企业之所以能做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开发了东风文化广场项目。当时这块土地上有一家烟花爆竹厂一直拒绝搬迁，项目难以推进。后来这个工厂发生爆炸，厂长夫妻俩被炸死，不得不关停。城中村
纵火，用的是烟花炮竹里的黑火药。你怀疑程建明当年动了手脚？那会儿这家工厂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刚好过期，事件被定性为安全生产事故。但我打听到的消息是，程建明买通了工厂的工人，引发了爆炸。信息可靠吗？我爸的一个朋友是当时这个项目的合伙人之一，他听说当年程建明买通了工厂的一个工人，引发了爆炸，用的就是手机操控金属钠落水引爆的伎俩。由于当年仓库中烟花存储量大，手机被烧得渣都不剩，工人又有不在场证明，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很难查证。而事后多年，这名工人因心存内疚，留了封遗书后自杀了。在遗书中，他写明了自己的作案过程。他虽然没说是受谁指使，但大家都怀疑是程建明。这都20多年前的事儿了。就算陈建民涉嫌犯罪，现在也找不到实实在在的证据。这起事故啊，导致了厂长夫妇的丧生。如果他们的亲属知道程建明在这个事故中扮演的角色，那就有充分的理由行凶。都过去这么久了，就算有人对他怀恨在心，为什么等到这么久？也许是刚刚才知道，也许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改变了想法。师傅，我觉得凶手选择用同样的方法炸掉出租屋，很有可能是受害者家属进行复仇。程建明之死就是开始。喂，你好，这里是，喂，喂，你说现在这人都什么素质？不等人说完话直接挂电话。哎，你那边怎么样？又找着几个？哎呀，我这儿还一大半呢，你呢？别提了，就这破电话都转了8道弯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找着本人呢。哎喂，哎你好，哎对，哎你好，这里是市公安局，请问您是杨正吗？啊，你看看，这是我总结出来的近期按照你的要求可能发生的社会的热点事件。考虑到他作案需要准备时间，所以排除了最近1周的。不能再精简了吗？我也想啊，但你想啊，如果咱排除了没去查，到时候那俩人动手了，这责任谁担呀？这么多，一个一个查不现实啊。队里现在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找当年的烟花爆炸案关系人上了。那怎么办？那不也得查吗？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发现。
一个人的衣着可以改变，但正常行走状态下，步子大小、走路姿势、身体摆动的方式是不会轻易发生改变的。我觉得你推测是对的。高亮和他女朋友果然是一个人。技术科通过对俩嫌疑人步态的分析，怀疑这俩人为同一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两人从未同一时间出现过。推测此人的实际身份为男性，身高1.8米以上，偏瘦。这是嫌疑人画像。通过画像比对，当年烟花爆竹厂被炸夫妇的独生子江月，与画像存在较高的相似度。目前江月失联，爆炸发生时，江月小学5年级，也在现场，因为母亲的保护而幸免于难。之后呢，被他的外祖父母带走抚养。这是江月的户籍照。这江月现在什么情况？江月的外祖父母在他上大学之前相继去世，江月在大学毕业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这年头，这一个人想不留下痕迹可不容易啊，除非他从来不用身份证，而且用的全部都是现金。但是这不现实啊。所以他一直用都是别人的身份信息，我又陷入死胡同了。马上查一下江月的关系人。这大学毕业前啊，江月应该是正常生活，肯定有线索留下。走。快点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你要再不出来，我就开门进去了啊！快点开门，听见没有？开门！别在里面给我装死啊！谁让你在我家门上装这个东西的啊？要是把我家门搞坏了，我从你押金里扣啊！我就是来通知你的，我这个房子不租了，你抓紧时间给我搬走。房租我都按时交了。我不想租了，行吗？怎么这么多废话呢？可是我们签了合同。什么合同不合同的？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家的房子，我爱租就租，我不爱租就不租，怎么地了？那也不能不讲道理吧？我是要跟你讲道理啊！我就是看着你这小丫头片子的这个外貌给骗了。我看着你长得白白净净啊，斯斯文文的，原来是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要不是在新闻里看到那就是你，我绝对不会把房子租给你。好了啊！我不想跟你多废话。总之一句话，你赶紧给我搬走，明天早上啊！现在不让你走，已经很对得起你了。扫把星，谁遇到谁倒霉。一堆垃圾，一些晦气玩意儿。走，赶紧给我走！这些晦气全扫了。你给我有多远走多远。哎，你们给我让开！这次租房遇到这么个扫把星，真是晦气，下次可得小心点。
让我把你的毛。您来找我。 喂，喂，妈，你还有脸打电话回来？给我点钱，要租房。钱？你怎么有脸开口的？你自己做的孽你自己扛，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还有脸打电话回来？我告诉你啊，饿死你都是你活该！别再来烦我。 这个价钱这么便宜，不知道是啥房子呢？质量不太行，肯定有猫腻呢。去看看那个吧。行，那边那个。你好，看一下，谢谢啊。哎，你好，看一下，谢谢啊。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真相上面说的这么便宜？这套房源是新上的，房子本身不错，就是位置有点偏，不热闹，离地铁有点远。没事儿，我租了。啊？您先别着急，您是想租便宜点的？嗯。要不这样，我带您看看房子去，要是说不合适的话，我再给您找别的。行。我帮你拿。谢谢。我跟小月大学时睡上下铺，我们宿舍几个人大3开始一起创业。啊，我们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所以就一起搞了个程序。当时发展前景很好，也有不少投资人比较看好。怪就怪我们当时社会经验太浅，被一个所谓的投资人给骗了，坑了我们的钱，还把我们的知识产权也拿走了。我们当然不甘心啊，但是想到现实问题，也只能算了。而且当时面临毕业，找房子、找工作、出国，哎呀，焦头烂额的，所以也没有时间精力再搞这些了。小月当时嘴上什么都没说，暗地里却想办法报复了你。这江月的报复心还挺强啊。他是怎么报复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只听说他找了一帮搞网络诈骗的，把那家伙骗了个底儿掉。江月还从事过网络诈骗？那这我就不知道了。你们大学毕业之后有联系吗？没有了。毕业之前吧，小月
把我们被骗的钱都还给我们了，然后他就直接消失了，无影无踪的。我们宿舍哥几个都挺惦记他的，而且我们都知道，他家里只剩姥姥姥爷了，父母都不在了，挺不容易的，也不知道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小月父母去世的事儿，你们知道有多少？听说是事故，再多的就不知道了。小月平时不吭不响，但骨子里其实挺好强的。他父母这事儿，他要不说的话，我们也没法问，是不是？哎，警官，我有一件事倒是有印象。小月呀，有一个小盒子，这个盒子还挺精致的，里面具体装什么我不知道啊，只知道那是他母亲给他留下来的。谢谢配合啊。你怎么看？如果江月参加过网络诈骗，那他手里的那些身份证就能解释得通了。这个人坚韧、决绝，有很强的行动力。从刘晓峰被害到现在，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按照他的行动能力，很有可能已经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或者已经开始行动了。你跟小龙在那个论坛上那个事儿查得怎么样了？这目前可能的目标还挺多的，你让我说出来哪个最可能是他的下一个目标，我是真做不到，真做不到。能不能别转了呀？眼晕。哎呀，我头都晕了。我现在最多啊，只能再缩小那么一点点的范围，就一点点。小龙这2天可没闲着，净愁这事儿了啊！这2天也没回家。哎，你看看他这2眼熬的啊，跟个小兔子似的。小龙，说说你这个缩小的那范围啊，大胆的说。那我说说啊。我按照网上的热度呢排了个序，就是浏览量，排在前10的话题符合嫌疑人选择标准的就3个。第一呢就是女实习生遭知名记者性骚扰的事件。第2个呢就是女研究生为了保护自己的闺蜜被闺蜜的男友杀害的事情。第3个就是一位七旬老人遭3子弃养流浪街头的行为。如果嫌疑人是按照热度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大概率是这3起事件中其中的1起。那你怎么能确定嫌疑人选择目标就是根据话题热度呢？我对比了之前的案子，周连琴、温勇、刘晓峰，这3起事件分别都是同期社会热点中排名前10的。进入前10的话题，符合嫌疑人自诩执行使者替天行道要求的也就2、3个。所以我对自己的这个范围还是有信心的，只是没能进一步的缩小，找到他的目标。好，我去找徐局汇报去。我们马上排查这3起案件的相关人员。好，行动吧，快，动起来！哎。醒了。是你？你不是中介？你说你躲了也有些日子了，
戒备心居然还这么差，难怪像条狗似的被人到处撵。门在我身后，想走很容易。你只需要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要求。你想干什么？你猜？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啊？你别着急啊，我什么都还没说呢。很简单，于小欧啊，没忘吧？把于小欧被杀案的真相说出来，我就放你走，怎么样？我说了，我说过了，我在法院说的就是真相啊！机会有限，想清楚了再说。7旬老人遭子女弃养一事的相关人员已经全部找到，老人目前暂时由所属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照顾。现在呢，像妇联、民政部门已经介入，包括咱们属地的派出所的同志啊，一起啊，在努力的去协调子女和这个老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呢，对他们进行一个普法的教育，让他们明白子女赡养老人是应尽的义务。哎，对了。那个报社实习生举报上司性骚扰的案子，那个女孩已经委托律师了，要到法院告那个男的。但男方呢，虽然没承认，但男方也找了律师。他所在单位考虑到影响和舆论不好，所以暂时停了男方的职。双方接下来要走法院程序了。目前双方都安全吗？安全，而且双方坚称身边没有出现过像江月的人。于小欧被杀案的凶手张伟目前正在监狱服刑。于小欧和张伟的家属现在正在外地，已经取得了联系。唯一联系不上的是本案的重要目击证人夏天。那她的男朋友就是凶手？对，他们仨是研究生同学，张伟和夏天他俩是男女朋友关系。然后夏天要闹分手，张伟不同意。于小欧呢，作为夏天的闺蜜就出面调解，然后张伟没想到带了凶器，最后张伟就把于小欧给杀害了。这个案子我好像听说过，是庭审办的吧？关系人中只有夏天是云溪人，他一直在持续的遭受网暴。案件结束之后呢，他就休学，又回到了云溪。网暴？对。很多人认为于小欧之所以送命是为了救夏天，替夏天挡了刀，而夏天却在当庭作证时否认了这一点，作证凶手蓄谋已久，目标就是于小欧。这法院采纳了夏天的证言，说明有确凿的证据。这网上那人瞎闹什么呀？啊？我还真关注一下这事儿啊。那帮人说话挺难听的，说啥都有。这帮在网上瞎闹腾的人啊，他们大部分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为了宣泄情绪。他们也不关心案子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反正就是各种瞎编乱造，蹭话题、蹭热度，反正各种说法，就是吃人血馒头。这个案子实际上因为涉及隐私，很多细节也没有对公众透露。某种意义上也给谣言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啊。那如果江月真的是因为听了这些谣言觉得案子有问题，这个女孩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那是不是这些在网上造谣的、起哄的，也应该承担责任呢？你这个说法有点太早啊！现在最重要的是集中精力找人，行动起来。你们好。
你可真是盲人瞎骑马，夜半临深池啊！这么黑灯瞎火的也敢乱跑？你说你要是真栽下去，可就能见到你死了的闺女于小欧了。你到底是谁？你要干什么？我还没说清楚啊。行，那我再跟你说一遍，把于小欧被杀案的真相告诉我。我说了，我说的就是真相。都是张伟带去的，小欧是张伟杀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没有关系。张伟是你的男朋友，你在采访的时候自己也说了，你要和张伟分手，于小欧只是从中调停，他是为了帮你救你才被张伟杀了，而你做了什么？啊？见死不救，落井下石，不是，还替杀人犯开脱？不是我，我不是这样的等一下，我说，别跟我耍花招。冷队，夏天的手机刚刚突然能接通了，但感觉情况有点不对劲，我先转过来。张伟不是我男朋友，他和小欧才是一对儿。小欧家里不同意，就让我当幌子，让我装张伟的女朋友。我们俩一个宿舍关系又挺好，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我就答应了。一开始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后来小欧的家里开始给他安排相亲，催他找对象，小欧又没有理由拒绝，他们就开始不停的吵架，不停的分手，一直到小欧没有耐心了。他坚决要跟张伟分手。那天，张伟说他玩东西，就到我们宿舍楼下。那把刀还是他跟小欧出去旅游时候小欧买的。我当时在宿舍，但是我听到声音的时候，我觉得不对劲，我出来，他已经把小欧。夏天。夏天，是江月吧？江月，你有什么诉求可以告诉我们？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呀！你一个小姑娘，可比之前那几个蠢货厉害多了。我没有，我没有。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跟我耍花招？没有，我没有。哎，你们学校后门有一个叫珊瑚的小旅馆是吧？那老板是个变态，他在房间里面装了针孔摄像头，专门偷拍客人用的。这里面可是有不少你和张伟的视频啊！哎，你说，要不我把这些视频发给你爸妈？别，或者老师？不，哎，同学也行。别！这要是放到网上，我求你了！
最后一次机会，说清楚。张伟确实是小欧的男朋友，这我没撒谎。但我呢？我跟张伟装了这么长时间的男女朋友，我们俩也是有感情的呀，我算什么？啊？小欧知道我们俩的事儿之后特别生气，就跟张伟闹分手，吵架分手。但张伟不答应。那把刀呢？是张伟自己带过去的，还是你撺掇他带过去的？是谁？是我怎么了？就是我。这么长时间，张伟压根就没想分手，他拿我当什么？我想让他带那把刀去吓唬小欧一下。我知道小欧的性格，他只要带了刀，小欧肯定要跟他分手。但是，我是真没想到，他用了那把刀。我也没想说让他杀了小欧啊，我就想让他分手，我没想让他杀小欧啊。你们都听到了吧？像这样厚颜无耻的人，你们属？不予以惩罚，是不是太对不起死了的人了？江宇，你不要冲动啊！有什么诉求可以告诉我们警方，好吗？江宇。哎，王总，夏天的位置确认没有？刚刚定位到了，在环城西路和中山路交口一带，已经通知了辖区，咱们的人正在往那边赶。好。这一区块主要有几栋商业楼宇，这边是环城大壮公园，暂时没有发现。再往这边过去是几个相对高端的居民小区，外来人员很难进入，目前也没有什么发现。通话时能听见明显的回声，还有类似电击的噪音，所以我认为夏天应该是在地下室、防空洞或者空旷的大楼内。环城公园的边上有很多废弃的烂尾楼。马上通知公园的管理部门。是，收到。行动。队员，
喂，结果出来了，是福尔马林。根据技术人员鉴定，地下室的指纹跟之前一系列案件发现的指纹一致 ，DNA 检测为男性，还发现了少量的福尔马林。那既然指纹匹配，为什么之前案子中的指纹就没有找到福尔马林的成分呢？技术人员说，这个福尔马林挥发得快，时间长了就检测不出来。这次能检测出来，就是因为他们及时赶到了。受害人怎么样了？还在抢救。那现在能确认嫌疑人是江月吗？对方没有否认，但是不是江月，得找到人之后才能确认。有线索吗？我们掌握的线索太少了。如果他要是躲起来，还真不好找。进来，小叶，进来吧。江月出现了。这是论坛上最新一条帖子，发帖人发布了这5起案件的现场照片，宣称都是自己所为。目的嘛，是打着替天行道、伸张正义的旗号，煽动舆论。同时，他还发布了这5个人的认罪视频。帖子一发出，便冲上了排行榜的首位，好几十万的点击量。虽然论坛方面迅速将帖子锁死隐藏，但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舆情。我们已经查明了，该用户属于一名早期用户。经查证，他已经多年未曾登录网站，甚至都记不清自己的账号密码。而且，这个用户也与这5起案件的关系人并无任何联系，所以大概率是被江月盗了账户。这还有一条置顶评论。知道我是谁吗？那你们觉得他接下来会干什么？我们已经确认，该用户最后登录的 IP 地址在本市，所以证明江月当时就在本市。这家伙真是疯了，太猖狂了，让这种危险分子在外面多待1分钟都是隐患。师傅，我想去个地方。几张把握？师傅放心。一起吧。给大哥发一下啊。我是真想给你弄点好吃的，这附近什么也没有，就这个了。来，这样。来，师傅。真的，这地儿太荒了，这白天荒，晚上更荒，跟鬼城似的。咱们在这守了有几天了，江月一直没露面，是不是他已经跑出云溪市了呀？这几天设卡排查的力度非常大，但还是完全没有任何线索。我认为江月根本就没有离开云溪市，他要是真想跑，完全可以在离开云溪之后远程遥控发帖。可就算他没跑的话，他手里那些假身份够他藏一段时间了。那咱们为什么就这么确定他一定在这儿呢？因为这里对于江月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商场旁边的那块空地，就是以前烟花爆竹厂的原址。江月和他的父母常年在这里生活。这里对于他来说，就像是家一样。这程建民费了那么大力气，不惜闹出人命才拿到这块地，结果这么多年就一直空着。
据说是因为什么风水问题。什么狗屁风水啊？就是心里有鬼。哎，对了，江月那个帖子里的照片和视频，技术科那边人基本核实了，都是真的。根据他自己提供的线索，温勇的尸体也已经找到了，就在那个离按摩店不远的烂尾楼，直接扔地基坑里了。倒是省了咱们不少事儿。哎，你们说这家伙也是真够自信的啊，主动上传罪证，真以为咱找不着他，拿他没辙呢。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人很危险，不可掉以轻心，啊，记住了，安全第一，不可冒进，听见没有？啊，明白。撤，都撤出去！是，快，走！通知消防队。那谁呢？叶青呢？江月，那天是你和我通的电话，这么巧？我等你们很久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其他人应该也不远了。我猜你有不少的问题想要问我。既然这么有缘分，我可以回答你3个问题。我保证如实回答，怎么样？江月，任何人都没有法外执法的权利，就算你曾经是受害者，现在自首也还来得及。3个问题。陈建明不是你杀的，对吗？被你猜中了。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你在干什么？到底是谁呀？
江厂长的儿子，你。你刻意打开暖气，是为了误导警方，混淆死亡时间吗？当然不是，我可是恨不得早早就让人发现他死了。程建民因为暖气的事儿，在业主群体里名声很差。我本来想多制造些疑点，让警方赶紧介入的，没想到他自己的儿子，倒是巴不得他赶紧死了，好分家产。其实我有点后悔，早知道我就自己动手。我看过当年烟花爆炸场的调查报告，你当时也在现场，怎么活下来了？是我妈妈救了我。那天我正好放学回来，是她出来迎的我。那盒子里面是什么？你这已经是第4个问题了，你猜？我猜，你故意在每个现场都留下了指纹。你妈妈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我也相信，她对你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变的，她也不希望你再这么继续错下去。若是当年你们能找到关键证据，我们家的案子是不是早破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每个警察应尽的责任。但是每个案件不同，侦破的难度也有所不同。江月，请你相信我们警方，收手吧，不要再错下去了。错。也许吧，谁知道呢？说了这么半天了，还没有问警察同志您怎么称呼？市刑警队叶谦。叶警官。叶警官，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栋楼的内外我都布置了炸药，只要我按下这个，你们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我从来不是什么好人，这20几年里也没少做坏事，缺德事，本来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能替我们家把仇给报了，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把东西放下！放下！看来你们是不想走了。
像厂子里一样漂亮。你们的车我都已经报了，现在到了我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说你跟张伟是假扮情侣的关系，于小欧才是张伟的女朋友，这个情况是否属实？是，一切属实。我有罪，小王死我有罪，我每天都在后悔。我现在只要闭上眼就是小王的女人。这夏天啊，承认了在电话里的供述，说是江月让他说的那些啊都是真的。那夏天跟江月说的那些，不管是真是假，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于小欧案是临审的案，把相关的录音都寄了过去，他们说会重新启动调查的。那就好。大多数的犯罪啊，都是有原因的。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遏制这些犯罪。只有法律，才有审判他们的权利。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你也来了，挡下风浪。当每一次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就像黑夜中暗涌的光，汇聚成你的模样。怎么，见到我不高兴啊？夺目的荣光，高兴。像希望伸出了臂膀，披着光，只身也有望，穿越过命运的战场。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梦里还皱个眉头的，案子卡壳啦？有点。只因总有人站在前方，挡下风浪。当先把自我遗忘变得习以，我一直都在等你的消息，只为我全宣誓的理想。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像尘埃倒影里的光，勾勒成你的模样。抬头望，夺目的荣光，像希望。你要多笑一笑，你笑起来才好看。披着光，只身也有望，穿越过
体健康。谢谢了啊！你帮我上两个菜啊！来了！好，哇，这也太香了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叔叔，身体健康。来，我来帮你。哎，不用，你帮我弄后边的脖子去。别动，我头发呢？哎，小雨什么时候过来？2周以后吧。每次来也得好好的陪陪孩子。那你这次打算带他去哪？没想好。下回一块儿去吧。菜上菜。好啊。韩招吗？别管。来，菜好了。呼！哎呀！今儿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听说你在这儿团建，过来给你打声招呼。早就听说你做菜是一把好手，还说有机会尝尝呢。要不进去坐坐？哎，别，赶时间，等以后再说吧。啊，东西我送到了，那我们先走了。叶谦，快点儿，就等你了，快来，快来！你说曾经的时刻灼伤了你我，尽管故事没结果，诺言被打破，那所谓的快乐成痛苦没着落，曾经对与错都会渐渐剥落。我好想知道后来哪里是你的落点，攒多了想说的话，竟然会无言。给我吧。这么多年，
你还是喜欢用票卡当书签啊？留作纪念。有伤疤，但愿会有人为你。后来我了解到，鲍黑根本没有把火哥那点货放在眼里，他真正想要的是火哥背后的那张网。他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要拿下南邦，建立属于自己的毒品贸易网。如果没有像丹青这样无数缉毒警察共同努力，我们不可能拿到鲍黑贩毒的核心证据，更不可能精准出击，将整个集团连根拔除。丹青曾说，夜太黑了，要是有一束光该多好。可他从来都不是等光来的人，他选择亲自点亮这束光。我知道，他做到了。一直站在阳光底下的我，从未感受过真正的黑暗。但因为丹青，我下定了决心，将会用余生深入黑暗，战斗到底。他将成为那束光，引领着我，成为我的勇气与力量，而我永远，永远也不会放弃。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挡下风浪。当每一次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就像黑夜中暗涌的光，汇聚成你的模样。抬头望，多么的荣光，像希望伸出了臂膀，披着光，只是也有望，穿越过命运的战场。